特别想讲一个现实问题啊，为什么越来越多的人不想结婚了？今儿啊，我就长话短说，我家王八和刺猬都嫌我是啰里吧嗦的啊，太老婆嘴了。上午呢，有一位男士家长来找对象，是个妈妈啊，他儿子32岁，未婚，在国企工作，年薪在8万左右。那家长呢是特别着急啊，说什么条件的都可以，我们家也不挑啊，离异带孩子我们也接受。接着呢，他就开始哭呀，哎呀，他这一哭呀，我那心都慌啊。他说儿子不想结婚了，一个人过挺好，这辈子也不打算结了。他特别着急，问我该怎么办。哎呀，你问我这治病得先治根啊。拿男人来说啊，给资本家们打工累了一个周，回家躺床上玩游戏看电视，一觉睡到大中午，喊上哥们儿那啤酒嘎啦卤个串，回家袜子一脱鞋一扔啊，想怎样就怎样。好了，相亲认识一个女朋友啊，那付出是人力财力去哄她，绞尽脑汁的去跟她聊天说话，情商不够啊，智商也费劲儿。好不容易挨到结婚了，车房彩礼、婚后生活开销以及未来家庭、孩子等等各种问题，裤兜比脸都干净，存款还不够还贷的。对方彩礼张口10万20万，人家要个保障啊！你看完了，最后两人分手。与其说不想结婚啊，不如说是想而不能。结婚所需要的负担压力太大了呀，大到让人一眼望去啊就自觉无力承受的地步。怎么办？那等着国家分房分车分对象吗？既然没有什么好的办法，那就拖着蒙着眼睛啊装瞎子，我啥也看不见。除非天降马云于我面前呀，告诉我磕一个头给我1万块钱，那上不封顶，那行了，我就可以发家致富了。不想结婚啊，无非就是自己骗自己的理由，男人女人都这样，大家因为各种原因自我欺骗，最大化的拖延时间，活在当下嘛，快乐一天是一天，对吧？宁可窝在被窝里闻着脚臭味看我说段子，也不带出门相亲的。说白了，男人呢不想恋爱结婚啊，多半是因为害怕女人要车要房要票子，再没事要个情绪价值，要哄要陪的。女人不想恋爱结婚呢，多半是因为害怕男人赚不到钱，没有上进心，还把老娘当保姆用。有些人很聪明，会拿婚姻啊当砝码去换取财富和地位。在学历贬值、财富分化的今天啊，父母的干预再加上这整个大环境都不太友好，确实可以让婚姻啊变成看起来极为昂贵的生意。对于男人而言呢，这桩生意的代价太大了，在没有家庭支撑的情况下很难达成。于是啊就觉得这生意啊不划算，老子不干了。对于女人而言呢，排除掉少部分的现实主义者，相当一部分女人追求的生活价值啊是无法在婚姻当中实现的。不是不想结婚，而是所追求的高品质婚姻啊所需要满足的条件太多了，欲望太多，得到太少，所以越来越多的不婚的人认为啊低质量的婚姻不如高质量的单身。你要问我到底需不需要结婚啊？我记得张爱玲说过，结婚是为了维持生计，人生的每一步啊它都是不能少的。结婚可能有遗憾，但是不结婚啊绝对有遗憾。说得好，我实在太崇拜你。上个月给一位大姑娘和小伙子介绍相亲啊，两人刚见面呢，互相感觉都还不错。小伙子觉着呀，这姑娘很合眼缘啊，姑娘也觉得小伙子是年收入很可观。于是两人见面之后啊，就开始聊天，互相问候嘛。小伙子很是积极啊，嘘寒问暖，这各种礼物红包啊一应俱全啊，就差摘天上的星星了。女方呢倒也回应，但基本上男士找才回复，从来也不主动问候。就这态度啊，哎呀，人家男士啊是绝对不影响的做舔狗的心啊，一有空就去给姑娘当司机，一到周末吃喝玩乐加导游啊，一条龙服务安排上。半个月之后啊，这个男士的妈妈呢主动请这个姑娘吃饭，并送了一套化妆品，价值2000左右，姑娘呢也收了。之后这几天呀，男士依然对这个姑娘是嘘寒问暖，人姑娘呢也依然是有问才有回，不问不回的态度。慢慢的，男士啊就主动聊天呢越来越少，最后直接啊就不发信息了。这姑娘觉得很奇怪呀，就发信息问男士啊，怎么最近也不追他了，也不联系他了。男士过了好久啊才回信息说呀，我相亲认识了其他的姑娘，对不起啊，我觉得我们不合适。好，于是这姑娘是气势汹汹的跑我面前呀，把男士是从头到尾啊，那是祖宗18代啊都给问候了一遍。大意就是啊，男士是个渣男，正在追求她的时候又认识了别人，不负责任。我听的是云里雾里啊，给男士打个电话。男士说呢，他对女方一直都很热情，也很喜欢，家里人呢也很看好他，但是啊，他总是一副高高在上的感觉，不热情呢，也不积极的去处理关系，他觉得很累，慢慢的就不想联系了。男士以为啊不联系了就是断了关系，谁知啊姑娘又来问他，他才说了自己啊已经相亲了。挂了电话，我问这姑娘，你到底是喜不喜欢这个男士？她说感觉还行啊，谈不上喜欢，需要考察一段时间。
既然你愿意认识，怎么就不积极一点呢？他说这谈恋爱啊，本来就是男人追女人，何况我也没有很喜欢他呀，我对他好不是显得我自己太廉价了吗？这观点真的听的是无法忍受啊！你搁相亲市场上装啥仙女下凡呢？相亲啊，都是要双方积极表达这个交往诚意的，人家积极主动了那么长时间，甚至还安排长辈和你一起吃饭，给你那么贵的礼物，你表达过什么诚意呢？他说我都接受了呀，他和我聊天我也回复，他请我吃饭我也同意，哎，他送我东西呢我也收了呀，我这个也是积极回应了。听得我呀血压蹭蹭蹭的上到180呀，人家只是和你相亲，他不是你男朋友，没有义务得一生一世的追求你吧？你但凡在他请你吃饭的时候假装抢着买下单，或者回点小礼物，他回家之后问问他到家了没有，平常主动关心一下下，关系啊也不至于发展成这样。这也算是本事啊，人家那些装成卖茶女的抠脚大汉都比你有女人味啊。这姑娘听了也很委屈啊，说他凭什么和我相亲的时候又要认识别人啊？哎呀，听得我那是气不打一处来啊。这有些人啊，毒鸡汤喝多了，这毒血攻心，拎不清现实了。你都进了相亲市场上了，还在做着呢四海之内皆我霸，都得宠着你的塑料公主梦呢。相亲都是有目的性的，忙的时候呢，一个女人呢能够见2到3个男的，这是常规操作。一个男的一天见2、3个女的呢，也是非常正常的。然后男女双方就开始在自己这几天见的这帮人里面互相挑选。今天我约你，明天我约他，后天他约我，这个就是相亲。相亲好几个都是渣男的话，那你太埋汰渣男了，啥时候门槛这么低了？相亲遇到合适的喜欢的就要主动积极去给些回应，给你发条信息好几天不带回的死了吗？这活着呀就主动给回个信息，不合适就拒绝。网上霸道总裁的爽文看多了，一副只享受不付出的样子。别忘了啊，现实当中有一种东西叫做人情世故，就像你花钱送礼求人办事是一样，你收了礼，你总得帮我把事儿办成了吧？不能办啊，咱就甭收。成年人恋爱很难做到呀，付出不求回报的。最可怕的是呀，莫过于一个懂得人情世故的和一个不懂装懂的人谈恋爱，利用性别优势去消费另一方的。奉劝呀，这个不行，下一个更好，别被那么吊着。走。好多男人是一点都不会相亲啊，你看看咨询我那些问题，让我如何回答呀？有一位男士啊，听说相亲要给见面礼，于是批发了10条金项链啊，见一位送一位。4年过去，至今包里还有2条。问我都送了礼了，为什么人家不跟他处对象啊？还有一位男士，相亲认识了一个姑娘啊，对方吊着他2年多了，和别人结了婚，就产生了报复心理，跟我沟通啊，女方他娘呢也是单身啊，怎样才能追到手？我痛不痛苦啊？还有个男士条件很差，没车没房，为了撑面子呀，租了一辆保时捷去相亲啊。这女方呢特别热情啊，看上保时捷了，现在面子下不来了，问我怎样快速才能得到一辆保时捷。妈呀，这个王八看了都得心疼我呀，这么不会相亲的吗？今天啊，我就给你们说说相亲的一些潜规则，这些啊你得懂。这个相亲啊，一定是要从门当户对开始，势均力敌，互相吸引才是最好的爱情。阶级差距太大呀，两人之间的爱情啊很容易被利用。女人相亲呢一定要趁早啊，因为到了27岁，你就会发现身边啊你能看上的人越来越少，而到了35岁能看上你的人呢也会越来越少。不要每次啊相完亲就去问对方态度啊，你有没有看上我呀？咋地还能立马爱上你吗？他的态度你是可以感受出来的，热脸贴上冷屁股不难受吗？如果你看不到对方态度是啥样的啊，这事啊基本就黄了。女人单纯想靠年龄和美貌啊不会长久，在某些男人的眼里啊，这只是一项不断贬值的资产，他们会认为最划算的投资方式啊是租赁，所以你要努力提升自己的经济价值。这相亲的时候啊，这个两人之间的关系啊，那是一步步升级来的，不要说一些越级的话，表现出越过你们现有关系的关心。哎呀妈呀，我见过一见面就拿花表白的啊，还有长篇大论说自己如何一见钟情的爱上了他，他傻还是你傻？另外这聊天呢也要懂得去升级，能视频啊不语音，能语音呢不文字，这文字啊是最没有感情的，当你们无话可说的时候啊，这事啊它基本就凉了。不要认为呢你可以搞定一个高傲的人啊，高傲大多数摆给那些啊自己不喜欢的人看的，那自己喜欢的呀瞬间变成啊乖巧的小绵羊啊。闲的没事就可以审视一下你们之间的关系，如果你感觉自己有点舔狗的味道了啊，那就先冷落对方几天，再决定啊要不要去追。此时呢这段关系啊它已经变质了，追求的时候自己的位置摆得越低啊，他越没有机会，尽量维持啊平衡的原则。
对方呢是在找另一半，而不是在找舔狗。男人随着年龄的增长啊，他择偶要求始终如一啊，就是年轻漂亮。女人随着年龄的增长，她的择偶要求是慢慢变化的。那最开始啊是长相啊，后面呢是会向情绪价值倾斜，最后呢是以经济价值为基础，然后追求品质和稳定的生活。谈恋爱呢才会讲究情绪价值，婚姻在一定程度上就是利益结合。在追求的过程当中啊，先提高自己，增加自己的核心竞争力啊，远比把时间浪费在对方身上，哄他逗他开心更有用，更划算。咱们啊追不上就换一个，别当备胎，这备胎的命运可是很凄惨的。就算有那么几个幸运的备胎转正了，对方也只是没得选了，将就而已。在处理两性关系的时候，不要对爱情期待的抱有太高了，尤其是相亲啊，捡漏的情况一般都是发生在校园，步入社会之后啊，基本不可能存在的。恋爱知识懂得太多呢，也只是帮助你能搞定阶层相差不大的对象。想要追求自己理想当中的那个人还得提升自己内在的核心竞争力。相亲你要学会撩，而不是去追。追呢，则是小心翼翼的去照顾对方情绪，讨好他。撩呢，则表现为随心所欲大概呢就是只对你一个人在一定程度上展示自己的高价值，从而达到吸引你的目的。以上内容呢，大家呢得谨记。我现在要去回答那些奇形怪状的问题了有问题你可以给我留言试试反正奇怪的我就笑笑，我就是不答。